而星在玩家们的眼中有很多标签：开放世界的先驱者，写实画面的大成者，游戏界的昆汀，电影界的暴雪，成人游戏的任天堂，游戏榜单的钉子户。10年磨一剑的长期失踪人口，自由美利坚枪击事件的背锅侠，他就是 Rockstar。说起R星，就不得不提创立他的2个男人豪瑟兄弟。起初他们并没有打算参加游戏制作的行列，那时候的他们更加热衷于音乐创作。这对野心蓬勃的兄弟，心里一直有着一个成为摇滚明星的梦想。虽然后来在某些机缘巧合下，他们还是步入了游戏领域，但在豪瑟兄弟的骨子里，早已封印着一个摇滚明星的灵魂。或许这也是 Rockstar 这个名字的由来。在R星热衷于摇滚的时候，曾有一位当红的摇滚巨星备受豪瑟兄弟2人所崇拜，这个人正是科特·科本。为了致敬这名偶像，R星也将他做进了游戏之中。当你在街上闲逛时，便有几率看见这名 NPC。要说上个世纪最火的歌舞界天王，那么一定少不了麦克和猫王。在 CJ 老家附近的理发店中，你会在墙壁上看见5张相片。虽然这5张照片上的人脸已经糊得只剩下一个轮廓了，但依然可以看出他们正是杰克逊5兄弟。顺带一提，这家理发店的老板其实是来自电影《肖申克救赎》中的主演摩根·弗里曼。而猫王的彩蛋则藏在了游戏的秘籍之中。当你在游戏中输入 BLUESUETESHOES， 街道上的路人统一都会穿上猫王的戏服。在洛杉矶这个地方，除了好莱坞，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那就是西海岸街区文化。而在这些街区人之中，同样也有不少有趣的彩蛋，比如住在 CJ 隔壁的莱德尔，他的原型正是西海岸说唱元老级人物 Eazy-E。不过，R星对 Eazy-E 的评价似乎并不怎么友好，最终莱德尔还是被刻画成了出卖队友的反派角色，并被 CJ 所杀死。除了莱德尔，其实葛洛夫街的某些成员也是一个人行字走的小彩蛋，比如这位留着脏辫的小老弟，他的原型出自于一部名叫《社会威胁》的黑帮电影。同样是在大街上，你还能看见这样一位身穿黄色衬衫的黑人青年。这名 NPC 的原型则出自于一部名叫《后街男孩》的黑帮电影。同样在电影中出镜的角色，还有一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性，出自1992年电影《本能》里的女杀手。除了做一些人物复刻的彩蛋，R星其实在某些任务的剧情上也做了不少致敬电影的情节。比如在游戏初期一个名叫只是生意的任务中， CJ 会与斯莫克同乘一辆摩托车在街头与敌人驾车追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经过著名的洛杉矶河道，就在此时会有一辆卡车从桥上一跃而下。游戏甚至还特意的来了一个慢镜头的特写，这个场景则是致敬电影《终结者2》里的情节。看过之前我做的罪恶都市彩蛋盘点的同学们应该都知道，豪瑟兄弟最喜欢的电影名叫《八面煞星》。在前作《罪恶都市》中，致敬八面煞星的彩蛋更是多到令人发指。即便是到了圣安德烈斯，R星仍然没有忘记玩一玩这波经典老番的梗。在游戏后期， CJ 会来到拉斯维加斯，并在那里认识前作的汤米的律师肯·罗森伯格。在一个名叫重症监护的任务中，我们可以在过场动画里看到一只鹦鹉，它的第一句台词也正是出自于八面煞星的主角托尼蒙大马。I never fucked anyone over in my life who didn't have it coming to them. I never fucked anybody over in my life who didn't have it coming. 在游戏中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在河岸边看见一个轮椅，而这个轮椅彩蛋则是致敬电影《阿甘正传》。在帮派重组的任务中，葛洛夫家族一行人为了逃离追捕， CJ 会在车上拿着 AK 一路扫射后方的警察。此时游戏会突然切入一段特写镜头，两名骑摩托的交警随手将甜甜圈扔在地上。这个场景其实是在致敬电影《空中监狱》。关于这部电影，其实圣安德烈斯不仅仅在这个地方有所致敬，同样是在游戏剧情的尾声，汤普尼警官为了躲避 CJ 的追杀，会驾驶消防车扬长而去，而斯威特则会跳上消防车的云梯上。这个情节同样也是在致敬空中监狱大结局的部分。而在空中突袭这个支线任务中，我们需要使用火神加特林干掉小飞机并保护卫星，而时间剩下2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这样一句台词。Don't get cocky. 这句台词则是出自于《星球大战4：新希望》。I got him! Great kid! Don't get cocky. 圣安德烈斯里有一个名为葡萄园的墓园，在这个墓园里有一间房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沙发以及吃剩下的披萨，还有一个打开的棺材，而这一幕则是在致敬吸血鬼猎人巴菲。每一代 GTA 的发行都是游戏玩家的一次重大狂欢。当 GTA 大红大紫的时候，有些厂商也受到了 GTA 的启发，
创造了很多相似的作品，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还得是这部号称中国版 GTA 的《热血无赖》。而《热血无赖》的前身其实应该叫做《真实犯罪》，这款由大厂动视公司研发的暴力犯罪游戏，成功引起了R星的注意。面对这样一款和自己中文对狙的游戏，R星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做任何评价，但在游戏中，他们还是用彩蛋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你来到洛圣都的联合车站，你会在不远处的一个广告牌上看见这样的一幅画面：一辆垃圾车正在倾倒垃圾，同时在广告牌上还写着这样的标语：赶快扔掉旧的垃圾。然后R星在右下角点名道姓的写上了这款游戏的名字。然而这般嘲讽还不足以，当你在游戏中输入真实犯罪的英文名 TRUECRIME， 游戏便会触发彩蛋召唤出一辆垃圾车。从这些彩蛋中不难看出，早年的R星可谓是艺高人胆大，不仅弄出了著名的热咖啡事件，在游戏中也是针锋相对，点名道姓的嘲讽竞争对手。还记得那个偷乐谱的前行任务吗？在过场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幕。这里的回声指的是育碧回声工作室，而烂透了的塔纳则是回声工作室旗下的《奇道世家3》的主角。有趣的是，我们还可以在游戏的墓园里看到这样一排墓碑，上面写着兰西巴对手们1997 2004，这个日期其实就是 GTA 1到圣安德烈斯的发售时间。这个墓碑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一个能打的对手都没有。相比于上面的两款游戏，另一款游戏在R星的眼里则截然不同，它正是大名鼎鼎的半条命系列。在游戏后期一个名叫黑色计划的任务中，CJ 会潜入军事基地偷取喷气背包，而在这个军事基地的地下有着一个巨大的研究所，当往深处走便能看到很多实验室，这些房间乍眼一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让某个房间变得特殊的东西，正是实验台上的那把物理学圣剑。而新的游戏风格除了狂放以外，你在游戏的细节里还能品到一丝自恋的内味。你可以在游戏地图的各个角落看见R星的 logo， 小至酒吧里的酒瓶、武器店中的弹药盒，大至教堂上的玻璃、博物馆的模型，甚至于每当你抬头仰望星空时，都能看见R星本尊。而在大结局攻打斯莫克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别的R星地毯，上面写着R星北部欢迎你。而这个彩蛋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现实世界里真的有。R星除了宣传一下自家的 logo 以外，他们还喜欢整一些前作的梦幻联动广告植入，其中的重点关注对象自然少不了当时热销的罪恶都市。在 CJ 家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冲浪板，上面的贴图正是当年 VC 的宣传海报。在洛圣多的这个地方有一家游戏专卖店，从墙壁上的贴图可以看出前作的罪恶都市和自由城故事的游戏海报贴图。在洛圣多的这个街区，当你抬头向上望去，你便能看到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上面的人物极度酷似前作里的兰斯。在这个蓝丝的左侧还有一个暴力至上乐队的广告牌，这支乐队也是前作中登场的组合。在汤米的帮助下，暴力至上乐队也逐渐在世界各地打响了自己的名声。同样被汤米带飞的人还有这位女性角色小甜甜。在汤米买下电影制片厂后，小甜甜便被汤米拉去拍大片，加上后期汤米的大力宣传，小甜甜最终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大明星。在洛圣多的这个街道，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告牌，确实挺大。在拉斯维加斯的这条街道，你甚至还能看到一个巨大的人形招牌，在它的正对面还有一个地产大亨艾弗利的同款灯牌。这个人就是在罪恶都市里面给我们安排号称童年噩梦的飞机炸大楼的那个人。随着维赛迪帝国的蒸蒸日上，小甜甜也发行了不少影视作品。在圣安德烈斯中，你可以操控 CJ 前往商店，而这些好看的电影正摆在货架之上。在罪恶都市中，汤米有一位叫肯·罗森伯格的话痨律师，可能是因为他过于唠叨，又或者是因为业绩欠佳，最终汤米将他赶到了拉斯维加斯。在任务肉食加工厂中 ，CJ 会带着他从屠宰场逃出升天。在战斗的过程中，肯想起了曾经与汤米并肩作战的日子，加上他当时因为嗑药神志不清，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句经典台词。So exciting, Tommy. It's like old times. Who the fuck is them? 虽说续作中并没有汤米的戏份，但他却以特殊的方式出现在了某个不起眼的地方。在剧情中期的时候，主角会在旧金山认识一名叫泽罗的伙伴。当你购买了他的玩具点，你便能在展柜里看见汤米和兰斯的手办。在下方还有R星的另一部《封神之作侠盗猎魔》的人物手办。顺带一提，侠盗猎魔的角色彩蛋还出现在了 CJ 老家附近的酒馆内。在墙壁上，你可以看见侠盗猎魔里的最终猎人地狱犬。在地图左下角的小镇里，你可以在街道上看见3个不起眼的垃圾桶。仔细观察桶内的东西，你会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罪恶都市的游戏图纸。除了以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藏得不深的罪恶都市彩蛋，比如建筑上的巨型隐藏包裹雕像，还有赌场内扑克牌上的图案。这些彩蛋相信大家在平时游玩的过程中都有 get 到，我就不一一举例了。这家饮料的企业名叫 Truck， 它所恶搞的正是现实中的肥宅快乐水。
其中的一家工厂就设立在了这个小镇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当你来到工厂的对面，你会在一条小巷中发现一口废弃的水井，这口井被铁丝网所包围，并且上面还贴着核废水的危险警告标志。在夜晚放射出的绿光证实了水体受到了核废水污染的真实性。这个彩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世界中肥宅快乐水工厂的化学污染事件。这件事在当年声势浩大，乃至全国各地都纷纷下架了肥宅快乐水的产品。不过时隔多年，这件事情已经逐渐的在大家的视野中销声匿迹，毕竟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随后将我们的目光放在之前提过的69区，这个军事基地其实也是 R 星在恶搞现实中的51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外星人出入，甚至还有不少的阴谋论声称51区正在进行外星人实验。每当有好奇之人前来此地寻找真相，都会被军队扣押或者驱逐。所以现实中去过51区的朋友都知道那里非常神秘，同时因为这里有着大量的外星人爱好者，所以在内华达州的公路旁建立了这么一座外星人主题的酒馆。想必尔星在开发圣安德烈斯的时候也曾拜访过这个地方，因此在游戏中的这个位置，你可以找到一个与现实几乎同款的酒吧，在里面的墙上还贴有许多 UFO 的照片。在圣安德烈斯的警察局地下车库藏有一个秘密，想必许多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吧。一般情况下，我们开其他车来，这个门是不会打开的，但是当我们开着警车，这个门就会自动打开。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地下车库，看到这样一幕：一位警察将 NPC 围在墙角不停殴打，另外一名警察似乎还在为他加油。这个讽刺的小彩蛋映射的就是著名的罗德尼金暴力案。罗德尼金因超速被洛杉矶警察追捕截停后，遭到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随后4名白人警察遭法院判处无罪，从而引发了著名的1992年洛杉矶暴动。洛圣都的街区一直是枪战火拼的事故高发地，不少家族的成员战死后埋在了洛圣都的陵园。但有些人虽然身处阴间，却依然惦记着家族大业，所以在陵园的这个地方，每到晚上8点，墙壁上都会出现一幅幽灵涂鸦，上面的内容正是 FAMILY4LIFE。僵尸一直是影视界的热门题材之一，虽然 GTA 讲述的通常都是黑帮犯罪题材，但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互相碰撞。在旧金山的这个地方有一栋对外开放的研究所，而令人细思极恐的地方则是建筑内墙壁上的那些告示语，这里研究的竟然是僵尸病毒，并且他们似乎并没有将这个秘密藏着掖着，竟然还公开欢迎外人前来参观。当你继续往深处走，你还能看见这个研究所设计的平面解析图，从图上我们可以得知，我们目前所处的地表也仅仅只是研究所的冰山一角，真正的核心部分其实隐藏在地下深处。你可以找到这些专门通往地下研究所的神秘电梯。有一个彩蛋，相信大家应该是最为熟悉的，那就是桥顶的神秘文字。当我们来到桥顶，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神秘文字，这上面并没有彩蛋，走开吧。这其实就是 R 星的传统彩蛋。当我们来到瑞德郡这里，就可以发现一座教堂，这个教堂的后方有一个小墓地。当我们晚上过来时，就可以看到门口这块墓碑上写着斯科特·威尔逊死于1992年，也就是游戏设定的年份。其实这位老哥正是 R 星的游戏开发人员，参与了周边乡村地图设计，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原版里我们在郊外美丽的湖边，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位随机生成的摄影师，他会看看风景，时不时拿起相机拍一拍，而当他拍完一组照片之后，就会一直往前走，直接跳湖自杀。